奇解易经，流动的易经。大家好，我是齐木。今天呢，我们占卜的主题是分手断联以后，这份关系是否应该继续？那现在请凝心静气，在屏幕前跟着我做一段简单的祈请。我某某某，请说出你的名字，在此真诚的希望通过易经祈卜来给我的当下以指引和启示。感谢上天。好，做完这段祈祷之后呢，我们就从眼前的这三种可能性之间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个，是一颗白子，一颗黑子，还是一黑一白两颗棋子呢？请三选一。在做出选择之后呢，请把心想事成这四个词和你的选择发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短视频的朋友们就请直接双击牌面做出你的选择。首先我们来看选择了这颗白子的朋友们啊，你们认真听好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分手的呢？那从这个四象阵来看啊，分别从你、他、父母和朋友这几个维度来综合考虑。那导致你们分手的原因呢？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啊。首先从对方的因素来看呀，其实你的那一半啊，还是一个挺真诚的人，他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啊，挺简单。在关系中啊，一般是男人比女人要晚熟一点嘛。那你的另一半的状态呢，还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人。那这种单纯呢，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也不会耍什么小心眼儿。总之就是简简单单，一个阳光男孩这种感觉。所以他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们之间的感情，包括为人处事，都是看起来就很透明。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心目中的很成熟，为人处事很圆融，这个不是他所能做到的。所以他是一个刚刚开窍的状态，离你的期望呢可能还有些距离。但反过来想啊，也许是你对他的期望太高了。人嘛，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那如果你把标准设得很高，或者他就不是你期望的那个样子，那没有办法，毕竟他是很难改变自己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他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法改变，也没有隐瞒什么，他一直是那个样子。这是他那边的一些初步的情况。那再来看看，你们的父母这边倒是很洒脱呀，来自长辈的干扰还比较小，大家都很看得开哈。所以在你们的感情中，你们相对还是比较单纯的。这份感情是你们两个人说了算的，所以不用考虑外面的很多意见呀、压力呀。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有一份放手的父母关系，这对感情来说是具有建设性作用的。所以在这个分手的影响中啊，来自长辈的压力不是很大，可以说微乎其微。那相反呢，来自闺蜜呀、朋友的影响呢，倒是有一些，比来自长辈那边的因素和影响力要高。但这种高呢，你放心喽，也不是决定性的，是一种若即若离，一直可以说像一个小蚊子一样啊，环绕在他的耳边。这种情况也挺常见，在恋爱的时候、谈感情的时候嘛，有时候人总要跟自己的好朋友啊、闺蜜呀来诉说一下，听听反馈。那这种情况在电影啊、电视剧里啊，可以说是狗血剧情啊，屡看不鲜。但通常的一个结局就是，好事不出门，坏话传千里啊。那这就考验一个人他的交际圈，他的层次是否能给他自己以正向的支持来看待或者说加持他的感情啊。那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他的
闺蜜和朋友圈子的意见呢，也不算太坏，但也不算太好，有一些小小的不好的影响，但这不是决定因素。那反过来，我们再来看这四象阵中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你们的感情走到今天的地步呢？分析完了以上3个原因，那其实最主要的是你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喽。那毕竟你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嘛，而且在这份感情中啊，说实话，你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或者可以说啊，你是一个主导者，在你和他的相处模式中啊，他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不会有太多的想法，更多时候呢，是听从你的意见，跟着你的节奏走。但相对来说呢，你在这个关系里边是主导者，你来把握着这份感情的来去和聚散。所以在这个相处模式中啊，你比他要老道和成熟，所以你对这份关系的把控力度要远超于他。那现在走到了这个田地呢，那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喽，看看究竟是自己哪些方面，在主导的时候出了问题，出了偏差，这个是你需要来仔细觉察和反思的。那从棋谱中给你的信息来看呀，在这份关系里，你的心思或者说你的想法太多了，太多本身并没有错，只是说你的这种风格和这个频道不太适合你们2个人的关系，尤其不太适合你另一半的频率，所以这就造成了你们沟通之间的鸿沟和隔阂是完全2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那相对来说，他的简单，那你要比他要考虑的周到，甚至是老道，那你经历的事情也比他要多。那这样一来，这个2个人的隔阂，在这方面的隔阂，是分手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说到这里啊，那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你想的太多了。其实这份感情没必要，也不值得你去想这么多付出。这种层面的思考啊、在意啊，总之会搞得你很憔悴。本身这一段关系是挺简单的一段关系，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搞那么累，放松一点。在这里特别你要注意的是，要活得简单一点。那看完了分手的原因，我们再来看对方在面临这种现状，他是怎么想的呢？那他的想法，其实也有2个层面。首先，出现这种状况，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呢，他也在反思，他也在犹豫，这份感情呢是否应该继续，值不值得继续。不过他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或者说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吧。他大概率会做出的一个选择呢，就是顺其自然，或者说他比较被动。从他本性来说，可能不会选择一些大开大合的这种选择和变化啊。既然关系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不妨就按照这个轨迹自然生发。那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如果自然演化下去，那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渐行渐远，双方都在自己的角落里遥望着对方，虽然心中呢有一些想念，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顾虑，有犹疑，害怕走到一起呢会互相伤害，会更加的不愉快。所以与其这样，那双方不如就这样相忘江湖，这样静静地看着，让这段感情呢继续凝固发酵，继续让彼此相忘江湖，渐行渐远。所以这是你的另一半他最有可能做出的惯性想法。
既然说到这里，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是否应该真的继续这段感情呢？我们来看这个三角阵。这个三角阵给你的启示啊，是你应该把这个问题交给上天，交给命数去解决。你要知道啊，两个人的相遇自有前缘，那这份感情就像潮起潮落一样，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涨潮有退潮，像月亮一样，有晴有圆有缺。那当它开始退潮的时候，你不要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阻止这种大事的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没有必要过于人为的去做一些努力或者改变。现在你最应该做的呢，就是静静的抱朴守拙，什么也不要做，就这样让一切静静的发生，让空气，让水，让阳光这样流过，照在你的身上，让所有的这一切静静的发生，不要去有任何人为的干涉。这是最符合你和他你们共同的这份爱的关系，这是对这份关系最好的注意。那如果你心里真的放不下这段情的话，你还试图去挽回的话，那就是另外这种可能。那你们继续走在一起，近距离的彼此接触，虽然走在了一起，但是你们的内核，你们的行为模式并没有改变，你们的价值观相差还是蛮大的。那走在一起，可以说是火花四射，那双方有时候会很受。那与其这样，那为什么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持一个适当的虔诚天定，抱朴守拙，这是你当下最佳的选择。这个选择并不是不好啊，让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随风而去，然后把这一切留在你的心里，多留一些美好的回忆嘛，而不是多一些伤痕，你说呢？这样才能开始新的篇章啊。所以这个棋谱最后给你的特别提示是虔诚天定。你要知道前方还有很多缘分在向你招手，所以要懂得放手。懂得放手是一种智慧，更是下一段幸福的开始。好，以上是针对选择这颗白子的朋友们的解读。大家听完我的解读后呢，如果觉得准确的话，请一键三连支持我，谢谢。那选择了这颗黑子的朋友们，你们又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们的问题和刚才的不一样，相对简单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对方的身上。对方呢，确实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他的状态一直是比较疲惫，一直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边缘状态。所以很多事情啊，他没有这个热情和精力去面对，或者去花心思，那自然也谈不上你对他的期望得到满足啊。这也不能怪他，现在他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高度焦虑的环境中，那他所从事的呢，又是一个消耗性比较大的工作，或者他最近呢也遇到了一些比较消耗性大的事件，让他没有活力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那这种状况肯定是比较消极的，那这种状况就需要你有很大的耐心去面对，去呵护。但这种状况呢，有可能会一直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的命运发生改变。那这个过程你等得起等不起。那从其他方面来说呢，他的父母包括长辈呢，
对你们的感情倒是相对一个无为的状态。总之乐观其成啊，也不会干涉太多，这不是主要的原因。那她的朋友们呢？包括闺蜜呀，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总之呢，还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那话题又说到你这边，你在和他的相处中呢，是一个分寸感极强的人，还是特别关注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啊？所以也不愿意过多的介入对方的生活。那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面临一些重大改变的时候呢，那你惯常的反应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那这种反应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呢，是相对你不会触到他的痛处，会给他留有充分的一个舒适空间。所以当他想要去按照他的方式去休息也好啊，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这边呢都能够支持配合。那相对给你带来的一些缺失呢，就是你有时候应该再大胆一点。当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你的态度不妨再鲜明一些。就不要想的太多，这样可能对你们的关系会更好。所以造成分手的原因，那主要的责任是在他，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对方是怎么想的呢？其实啊，对方是一个脾气比较硬的人，有时候很容易冲动，在面临事情啊、面临矛盾的时候啊，容易情绪化，所以他对待这个问题呢，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中，没有办法去很理性的看待问题，凡事呢喜欢直来直去，甚至喜欢靠很简单的一些方法，可能在你看来是有些 low 的形式啊，去解决问题，但这种方式明显是不可行的。所以呢，他和你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这种差异和不同是全方面的，而且这种差异很多还不是互补性的。那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也会让他去反思啊，也会让他有一种感受，情绪化的感受，就是他和你的差距比较大，他配不上你。但这种感觉呢，是情绪化的产物，它不符合客观的真实，你也不会瞧不起他，你也并没有鄙视他嘛，这是他的情绪在作怪。所以到了这种状况下，他有这种想法，要改变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那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呢？好，那下面这个三角阵呢，是给你接下来怎么做的一个启示。在你的心中呢，这份感情是很重要的，对你来说是特别特别珍惜的一个东西。肯定你在此之间呀，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去珍惜它，但是事到如今呢，仍然很难挽回。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如果你在强力的去试图去挽回呢，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那其实这段关系啊，已经走到了收尾的阶段，就像一盘棋下到了最后几步。这时候呢，你应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么一直拖下去啊，其实对你对他也未必都很值得。两个人如果不适合在一起，互相的伤害，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啊，不断的产生一些矛盾，那这又是何苦来的呢？所以与其这样，不如洒脱一点，把它放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应该到更广阔的空间里去，心中啊不要只盯着你们之间的这一小段的感情，这个小池塘，要看看外边的世界。在这个小池塘里面，其实你们并不快乐，出路并不多。所以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转移聚焦点，把视野放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跳出这个负能量的漩涡。这个漩涡就像一个泥潭，
会阻碍你的发展。所以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改变自己，迈向新的可能性。OK， 这是关于这颗黑子的有关信息。那听完之后的朋友们，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请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一黑一白的棋子，选择了这个的朋友们，你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来看这个4象阵，那你们分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从这个4象阵来看呢，你和他的主观因素啊不是决定的因素，其主要影响力是在外围，是在身边的人。看一看啊，哎呀，你们的朋友啊、闺蜜呀，其实不看好这段感情哦，他们觉得你俩在一起不合适，所以对这段感情是相当的不乐观，给你的支持和正面的反馈呀，也非常少，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你的态度。那从长辈这一边呢，他们的意见也是很尖锐啊，他们也会给了你很多刺耳的声音，所以这些外围的要素啊，对你的影响是蛮大的，让你不得不开始怀疑和犹豫啊，对方是否适合你，你俩在一起是否合适。那走到了这个状况呢，其实你的态度很关键，你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应该在一起呢，还是不在一起呢？其实你一直在徘徊，在犹豫，到现在也没有想好。那在这个徘徊犹豫的过程中呢，你身边的这些闺蜜呀，包括长辈们呀，其实也给你的信息反馈啊是负面居多，所以让你呢驻足不前。那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呢，你所在意的那一半呢，他其实也很明白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不乐观的，但是呢，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他是一个喜欢绝处逢生玩这种戏码的人，所以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会轻易言弃，他始终在期待奇迹的出现。虽然他知道啊，现在可以说要走在一起很难啊，各方面的态度，你的态度，你的朋友们的态度，还有前辈呀、父母们啊、老师们的态度，对他都是不利的。但是呢，他仍然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性，他仍然不放弃，他期待呢到最后一刻能够乾坤大逆转。所以他的这个勇气和毅力还是可嘉的，他对你的这份执着，也是非常难得的。那说不好，他也真能创造奇迹呢。那你面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是听从朋友、闺蜜和长辈的建议呢，还是让自己的生命中多一抹不确定的因素，多一个见证奇迹的可能性，多给他一个机会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方是怎么想的。对方的想法呀，还真的很难得呀。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这种永不放弃啊，体现在方方面面。到了这步田地呢，他仍然非常，怎么说呢？仍然希望通过他的努力来影响到这份感情的关系。他仍然不愿意放弃，哪怕是冷战、失联，他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在动用他所有的关系、力量，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啊，来试图挽回这段关系。所以他心底当然是很看重这份关系的。相对于你来说，他对这段感情的未来付出的更多，投入的更多，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好，再来看，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怎样做对你是
最好的呢？这段感情是否还有挽回的可能性呢？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啊，其实仍然没有最后的定数。对你们而言呢，这段感情仍然有复活的可能性，有它生存的土壤和空间。所以局面也并非像你的闺蜜、朋友们和周围的人所说的那样悲观。在某种程度上呢，你们在一起也未尝不可，仍有一定的契合度和匹配度啊。是你的朋友们他们过于悲观了，没有那么惨。那现在呢，你最应该做的，其实不是立刻去做什么，而是先静下来，让自己的心呀，把这个事情，把周围的声音呢，再沉一沉，看得更明白一些。很多事情不是你现在立刻想要去做就能做好的，尤其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啊，不断的被这些声音在反复的争夺呀，也有点身心俱疲。肯定遇到这种事情啊，自己的思路也不清晰了，不知该如何是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先把状态调整好，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找一个宁静的时间，去放飞一下，把自己从这一脑门子官司中啊，从这一团乱麻的头绪中啊，去清理一下，用一个比较清明的状态来面对这份感情的选择。所以现在的你最应该做的，不是说决定这段感情的成或者不成，而是让自己的心和状态变得简单清明，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呢，你现在先不要急着给这段关系下最后的判决书，一切皆有可能。现在仍然是胜负未分的一个状态，你没有必要去这么快的就一刀两断，先等一等，看看这段感情的剧本中啊，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还有什么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总之呢，不要想得太多，不要让自己太累，先让自己开心起来，给自己放一个轻松的小假，然后你用你的心去感知对方到底适不适合你。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要再过多的去听周围的声音，而是用你的心做出选择，适合还是不适合。现在只有你能给这个感情的未来一个真正的选择。所以好好休息吧。好，这就是关于这颗黑白子的信息选择。大家听完之后，如果有感觉的话呢，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